大家好，我是米拉爸。正所谓欠债不要欠过年，说好了年前要完成，连假前4天就都贡献给这几面墙了。虽然我很不想打磨，但是因为不确定最后的成果会不会因为打磨受影响，所以我还是把一些很明显的地方在空闲的时间打磨了一下下，真的就只有一下下。但大家看到最后就可以知道，到底我这样需不需要打磨了。在我认真打磨的时候，室友居然乱入。接下来又要进行大工程，所以又再重铺了一次养生胶带。今天是春节连假的第1天，终于可以开始用我的乐土灰泥了。搞了这么久，终于可以开始用它了。基本上这个打底遮瑕这个2个步骤我都用完了，今天就是上妆。然后以它来说，大概添加50%的水量，2500cc 的水。现在说明一下我的计划，这一包是清水灰，然后这包是比较大包的。那我的计划是先这全部都先涂一遍的清水灰，然后还会有另外2包不同的颜色，我想要做一个有层次的感觉。所以为了以防万一，这个我应该还是先弄一半的用量，先全部抹一遍，这样我比较能精准掌控它的使用量。好了，分装好一半了。搅均匀之后，它质感就变得像这样一样，也是蛮细致的感觉。先静置3到5分钟。好了，现在我已经静置完，也再重新搅拌了一下，弄出来的质感就像这样，感觉很细腻耶，这个感觉蛮细腻的。好，接下来就是应该就跟 P 图一样，驾轻就熟了。P， 郭博士有说尽量就从中间开始用，先这样吧。这样从中间开始，薄薄的把它推开，因为现在已经有整平的感觉，就会比较省料，就尽量把它抹平。我明明看影片就知道是要由左下往右上，我这样刮就有可能让掉下来，但是不知道为啥，就是觉得这样比较顺手。郭博士千万别气到跳起来，我就是那种。虽然老师是这样教，但是如果我有自己的想法的话，我还是会坚持用自己的方式。我就是这么叛逆的学生，感觉还是很错误的示范，大家不要学我好了。原本想说这只是打底，只要有涂到就好，所以也让室友有参与感，教他怎么抹慢上去。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其实蛮吃力气的。因为要把它抹薄薄一层，其实要蛮用力刮的。我也是刮完全部后感到精疲力竭，才发现就是因为这个边角的地方也要特别照顾到。其实再抹就会发现还是蛮多不平的地方。我现在说的不平，也只是以极为严苛的标准在看的话，毕竟这一大整面墙前身又是瓷砖，要让它是完美的平整，实在是天方夜谭。好了，现在第1次的热土灰泥已经整个都涂完了，这次涂的比较细心，所以花的比较久，然后我就差不多刚好是把一半的都涂完，所以剩下有多的我就这边再涂一点点。所以现在就等它完全干燥，我再涂另外2个颜色。再仔细看一下，现在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像这种边边角角的地方，要我用那个抹刀实在是太困难了，所以我这边边边角角都是用刷子、偷吃布，反正远远的应该颜色比较重要。像这种转角的地方，或是这个细的地方，我后来也是都是用油漆刷去用刷的，不然我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弄。
顺带一提，其实这一层涂得非常的薄，所以其实一下子就干了耶。现在看摸起来其实就干了。那我大概从6点开始弄，现在大概9点，大概花了3个小时。虽然它已经干到可以进行下一个步骤了，但是我累了，还是明天再来吧。休息的原因真的就是因为要用抹慢的方式弄这一整面，真的是出乎意料的累，所以还是明天再来吧。早上的地震让悟空又身首异处了。不是，我要说台湾最近是怎么样啊？怎么一直在地震啊？好可怕哦！今天早上这样看起来好像都已经全干了。我本来觉得好像有一点好看，但是现在看起来又觉得好像还是有点乱乱的。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按照这种圆形的方式全面去磨，然后但是因为这是底层，所以我觉得也没关系。我第2层在涂第2层的时候，我再改进。这个颜色的质感真的是蛮难捉摸的耶，感觉跟昨天不太一样。然后它深浅的变化也很难捉摸，而且我底色可能是白色的关系，所以现在还是有点乱乱的感觉。好，那现在的计划就是用这个热土白跟热土灰，希望做一点层次。官方有说它有3种施作方式，第一个就是慢磨，就像我这样子用慢磨的。然后第2种是喷涂啊，喷涂我没有工具，所以我决定用第3种，我把它当作是类似油漆的感觉，我是要用滚涂的，然后让它做一点质感。颜色上的变化，然后因为要用滚涂的话，或是你要用喷涂，都必须要加这个改良剂。那这个改良剂跟粉啊、跟水的比例都要抓好，所以我这边有放官方建议的比例。好了，我的热土灰调完了，现在也是一样静置3到5分钟。我有看郭博士的影片，他就是说静置3到5分钟是为了让里面的树脂可以融合，这样子它的粘着度、附着性会更好。那我们等一下再来加那个添加剂。改良剂大概是看起来也是类似树脂的东西的感觉。加入改良剂，还要再加水，顺便冲一下。变得像黑芝麻糊的感觉。这个调制完了，那接下来我就是用这2个东西，然后用有点沾这个之后，稍微涂在这上面，然后用比较干涂的感觉，然后又让它有点纹理，不是涂整面这样子，想要做类似晕染漆的感觉。现在添加完改良剂跟水之后，浓稠度大概长这样，真的是一体的很多。好，就这样干干的。因为上面我想用热土白多一点，所以上面我就更轻一点。那下面就热土灰，希望这边会有由深到浅的一个稍微有点渐层的变化。好了，我大概都漆一遍了，大概长这样。赶快趁它还没有完全干的时候，赶快再调热土白，把上面也都补一下。刚刚一个意外，突然转速太高，又喷到墙上了。没关系，继续。相较于热土灰跟清水灰，这个热土白真的就明显的白了很多。我还担心说会不会漆上去，到时候都看不出来。但这个白应该是会蛮明显的。等待的时间来调制改良剂啊，超过了。改良剂也调完了，看起来像奶昔。
我刚刚发现我刷子忘了洗，所以我刷那个乐土白的时候，它就很容易会被刚刚没有洗掉的那个乐土灰混合，然后就变得没有这么白。我怕它那个层次拉不开，所以我就赶快再洗一下。好了，2种颜色都上完了，接下来就等它干燥吧。虽然现在看起来有点像小花豹的样子，但是到时候我再上一层清水灰，它整个颜色就会比较融合，就会比较漂亮了。然后是理论上是下面会比较深，然后上面会比较浅的渐层色，希望会很漂亮。希望今天就能脱离这个乱七八糟、脏兮兮的环境。好，现在看起来干燥完之后就这样子，乐土白真的变得明显了很多，跟下面的相比的话，真的是差蛮多的。那我现在就是要再把原本的乐土灰泥清水灰全部再涂一次，这样应该就可以有我要的效果吧，希望。细看一下现在我这样子滚涂完的质感，说实在话，以我这种质感的话，真的不需要打磨哦，打磨是浪费时间，但是整瓶是必须的。最后一道清水灰，我决定还是用这种滚涂的方式，因为抹慢真的太累了，因为你要一直压下去，真的太累了，所以我决定用这个，而且跟本来的质感应该会比较接近。还干！好了，我现在涂完了，然后甚至连边角我都有拿菜瓜布去稍微补一下边角，免得边边不自然。但是现在有一个隐患，就是因为我用长的滚轮刷，所以感觉有一些很明显的直线条，不知道干了之后明不明显。如果不明显的话就没关系，但如果太明显的话，这个人工痕迹就糟糕了。先等它干燥看看。本来想收尾把遮蔽胶带撕掉，结果油漆也会撕下来，露出底下的油漆。哎，算了，这边不撕了。上面的遮蔽胶带也是撕完了，油漆也会掉下来，算了。好了，终于到最后一关了，就是涂这个 Top 面涂保护漆。那我们就直接看成果吧。终于完成了，我等一下带大家仔细看一下细部。ミラパは過去の古いタイルに失望したため、壁面を改造し、打ちっぱなしコンクリート風の質感に変えることを決意しました。1ヶ月以上の改造を経て、見事に壁面を質感あふれるものに仕上げ、生活の質を向上させました。我觉得我后面第3次上清水灰的时候，那个厚薄比较难抓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这边其实有点比我想象中的涂的厚了一点点，所以它那个白跟深的比较不太明显，所以这边其实比较像接近我想要的，但整体看起来我是觉得还不错啦，还是可以接受的。而且我也已经上好了2遍到3遍的 Top 面膜，所以它现在保护力应该是很够的。以我这种做法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根本就不用磨到很细，但是因为我的是瓷砖，所以要弄平还是很重要的。我现在整个看起来真的是很平，已经完全看不出本来有瓷砖的样子了。就以不要看出本来的瓷砖的样子，我觉得是蛮成功的。这样真的是看不到瓷砖。那之后呢，这个门一看现在就是最不 OK 的，我会想办法把它翻新。然后这边我打算是要加一个层架，
可以收纳很多东西。这边我还没有想好，也许是要弄画，然后或是猫爬架，或是桌子。基本上暂时先这样吧。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跟我说。来，好了，这就是好了，终于在农历年前完成了。大家觉得如何呢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说。如果觉得我的影片不错的话，麻烦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